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随手打开一份剩余自由球员的名单，令人意外的是，除了那些 NBA 中常见的角色球员外，我竟然看到了马克尔·福尔茨的名字。这位曾在2017年 NBA 选秀大会上毫无争议的被选为状元的新星，如今竟然面临职业生涯的重大危机。福尔茨1998年5月出生，刚刚年满26岁，本应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期，然而如今的他却即将沦落到可能失业的境地。关于福尔茨的故事，球迷们或许早已耳熟能详。从他在大学时期的风光无限，到进入 NBA 后遭遇的种种挫折，这个天赋异禀的年轻人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巨大的跌宕起伏。尚未踏上 NBA 的赛场，福尔茨便已展现出非凡的商业价值，与耐克签下了每年150万美元的长期赞助合同，而这并非市场给出的最高报价。阿迪达斯和安德玛不仅提供了更高的金额，还在合同中包含了赢得年度最佳新秀的奖励条款，外加50万美元的签约费。然而福尔茨最终选择了耐克，理由简单而令人动容：从小到大，我一直穿着耐克长大。当时福尔茨被视作超级新秀，而这样的超级新秀才能获得每年7位数的球鞋合同。从咖位上看，他与同时期的本·西蒙斯和安德鲁·维金斯并列一档。西蒙斯以5年1200万美元的合同签约耐克，而维金斯则以5年1100万美元的合约加盟阿迪达斯。福尔茨的未来看似光明，但谁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职业生涯竟会被突如其来的怪病所困扰。这种病症被称为胸廓出口综合症，一种罕见而复杂的神经疾病。简单来说，胸廓出口处分布着大量神经，一旦这些神经受到压迫，便会影响动作的协调性，导致福尔茨的投篮出现卡顿。这个病症简单理解就是投篮失忆症，它背后隐藏的是难以言说的心理和身体双重压力。这一病症不仅让福尔茨的投篮动作变得不稳定，更使他的职业生涯陷入了漫长的低谷。天降横祸让马克尔·福尔茨从一位潜力无限的状元秀变成了一个几乎失去投篮能力的球员。在他的菜鸟赛季和2年级时，福尔茨深受那场怪病的折磨，这不仅导致他的出勤率极低，还严重影响了他的个人得分输出和整体效率。对于费城76人队来说，眼前的景象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他们当初满怀希望选出福尔茨，指望他能够成为球队的未来基石，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难以抉择的现实：是继续压住期待福尔茨能够奇迹般的恢复，还是忍痛放手，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最终，费城选择了后者。当时的接盘侠是奥兰多魔术队。作为一支战绩尚可但缺乏顶级天赋的球队，魔术近闻有机会捞到这位状元秀，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用一个首轮签、一个次轮签和一些搭头换来了福尔茨。虽然这笔交易的成本并不算高，但对魔术来说，这仍然是一场风险不小的豪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魔术送出的那枚首轮签在2020年被费城76人兑现为泰瑞斯·马克西，而马克西随后成长为联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费城虽然失去了福尔茨，但却从马克西身上找到了新的希望。对于福尔茨，魔术队给予了极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从阴影中走出来，重新焕发职业生涯的生机。初来乍到的福尔茨果然没有让人失望，他在魔术的第一个赛季便交出了场均12.1分、5.1次助攻的表现。这一亮眼的成绩单让魔术队喜出望外，他们开始相信这笔看似高风险的交易实际上可能会带来丰厚的回报。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愿轻易放过福尔茨，在2020至21赛季，他再次遭遇重创，这次是左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福尔茨在受伤前的2周刚刚与魔术完成了一份3年50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对于一位刚刚摆脱怪病困扰，似乎即将迎来职业生涯转机的球员来说，这一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尽管如此，福尔茨并没有因此放弃，在经历了漫长的康复过程后，他在2022至23赛季重返赛场，并打出了职业生涯中最好的表现，场均14分、5.7次助攻和1.5次抢断，外加51.4%的整体命中率。这些数据表明，福尔茨不仅恢复了健康，还逐渐找回了自
自信与状态。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福尔茨终于熬过了低谷，准备在 NBA 中站稳脚跟，迎来更为辉煌的职业生涯。然而命运总是如此难测，随着球队逐渐走向复兴，魔术队的耐心也在消耗殆尽，他们不再愿意平心静气地等待福尔茨的彻底回归。2021年，魔术队选中了弗朗茨·瓦格纳，紧接着在2022年选中了保罗·班切罗。两位年轻球员的加入，不仅让魔术队完成了重建，还让他们迅速找到了新的领军人物。在新生力量的崛起下，福尔茨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无论是球队地位还是出场时间，他都经历了明显的下滑，而他的个人数据几乎腰斩，昔日的风采仿佛成了过去的黄昏。面对这种局面，经历了无数次波折的福尔茨选择了接受现实，他逐渐适应了自己在球队中的新角色，心态上也放下了那些辉煌的过去。对于他来说，接受新的定位，踏实的为球队做出贡献，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福尔茨明白，昔日的荣光已经远去，重要的是如何向前看。然而，即便他愿意调整心态，接受降薪，这并不意味着魔术队也会同样选择继续信任他。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奥兰多当地的媒体就详细分析了续约福尔茨的优劣势。优点在于福尔茨仍然保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即便球队引进了更具传统后卫属性的球员，他们仍然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替补来填补空缺。尽管福尔茨在2023至24赛季表现不佳，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的潜力和经验依然是值得考虑的因素。然而劣势同样明显，福尔茨的健康问题始终是一个不可确定的因素。然而他从未在三分投射方面有过显著提升。对于一个后卫来说，缺乏外线投射能力和不稳定的健康状况都是致命的缺点。魔术队最终在经过权衡后得出了福尔茨的劣势大于优势的结论，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与他续约。在决定放弃福尔茨之后，魔术迅速寻找了替补方案，他们将杰伦·萨克斯重新安排到控卫位置，与新援 KCP 联手搭档后场。同时，球队设法让安东尼·布莱克和科尔·安东尼等年轻球员分担剩余的出场时间。为了进一步稳固后场阵容，魔术还以顶薪引进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科里·约瑟夫，确保球队的阵容深度和后场稳定性。对于福尔茨来说，这一系列的决定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然而 NBA 世界就是这样残酷，球队的选择往往是冷酷而无情的。都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其余球队有没有福尔茨能落脚的地方？很遗憾，这句话在福尔茨的身上似乎并不成立。现实中 NBA 其他球队并未展现出对福尔茨的浓厚兴趣，即使在休赛期刚开始时，坊间曾传出多支寻求提升后场的球队会对福尔茨产生兴趣的流言，但这些流言最终不过是空中楼阁，犹如一场镜花水月。市场的反馈如此冷淡，令这些传言显得格外荒谬，就好比一个年过30的人仍自称18岁般的自欺欺人。福尔茨的潜力本应为他赢得更多机会，可这类东西与年轻人的外貌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贬值。无论他的曾经如何辉煌，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值得期待的超级新星。市场的冷酷无情不仅让人感叹福尔茨的落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7月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依然无人问津。而到了8月，这种冷清的局面更为显著，市场的风向转变为福尔茨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并未受到太多关注，这无疑给他本就暗淡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更沉重的阴影。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像湖人这样常被戏称为回收站的球队也没有对福尔茨产生兴趣？其实答案很简单，湖人如今的目标可不是随意捡漏，他们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具潜力和未来的球员，像卢卡·东契奇这样的年轻巨星才是湖人幻想中的对象。至于福尔茨这样的球员，恐怕连进入他们的备选名单都难如登天，毕竟湖人追求的是未来的荣耀，而不是过去的遗憾。现实来看，福尔茨面前的选择已然有限，无非就是2条路可走。其一，他可以督促经纪人再加把劲，在训练营开始前努力争取一份有保障的底薪合同，这意味着他需要保持高强度的训练，以证明自己依然有能力为球队做出贡献。毕竟作为一名职业球员，福尔茨必须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哪怕是微乎其微的。第二，他可以现在就开始与海外球队建立联系，探索是否有出国打球的可能性。虽然这可能意味着离开 NBA 的舞台，但对福尔茨而言，这或许是一条能够继续职业生涯并保持竞技状态的实际道路。毕竟一个大活人不能被困在原地，身为职业球员，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才是首要任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福尔茨的困境并不算什么新鲜事。NBA 的舞台上，倒霉的天才比比皆是，福尔茨并不是唯一一个遭遇挫折的球员。然而，时代的一粒沙
花落在个人头上，就可能变成一座沉重的山。在某种程度上，2017年的选秀故事与10年前如出一辙。2017年，福尔茨在选秀中力压塔图姆成为状元，但命运却让他和塔图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塔图姆历经波折，最终带领球队夺得总冠军，而福尔茨则深陷伤病和状态的泥潭，难以自拔。这种命运的轮回让人不禁联想到2007年的选秀。那一年，同样有一位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天才横空出世，并在选秀中力压另一位前锋当选状元。然而多年过去，另一位前锋成了联盟的标志性人物，而那位天才则逐渐被人遗忘。福尔茨的经历仿佛在重演历史，那些曾经寄予厚望的选秀状元，最终却在命运的捉弄下黯然失色。历史或许不会重复，但它的轮回却是无情的。对于福尔茨来说，他能否在这场命运的循环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许是他职业生涯能否延续的关键。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